海军航空兵飞行员回忆，他们在东海驱离缠斗外机。那么外军的飞机为何投放了红外干扰弹呢？观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先少。海军航空兵某旅担负着我国东海防空识别区的巡逻警戒任务。那么在一次例行的巡航中，飞行员李哲就曾经遭遇过外机。当时两架外机做90度的回旋机动，企图屏蔽我方雷达。李哲和僚机迅速进行战术机动，占据主动态势，咬住对方。外机呢无计可施，投放2次红外干扰弹后匆匆逃离。那么在这次近距离的驱离外机的过程中，到底发生了什么？那么从李哲接受中央台采访时所描述的作战场景，我们可以了解到，当时在空中发生了这样的情况：双方的战斗机在东海防空识别区遭遇，我机呢要对外机呢实施相应的驱离，外机呢这个时候也采取主动的方式，以我机呢进行空中的缠斗。当然，这个缠斗是打引号的缠斗。当时的态势是这样的：我机利用自己的机动优势，同时呢打开了机载雷达，锁定了空中目标。外机在被我雷达照射到之后呢，迅速的转弯，企图摆脱。那么这种大角度的转弯摆脱雷达跟踪，是在空战中采用的比较多的一种摆脱机动方式。那如果你的转弯角度比较大，就有可能让对方的雷达难以连续的捕捉到你的行踪。因为机载火控雷达的探测角度是有一定限制的，发射角度越大，那么探测距离就越近。要想在较远距离内发现敌方目标，你就必须集中能量，因此它的发射角相对来讲比较小。如果敌方在发现自己被对手的火控雷达照射到了以后，他往往会采取大机动的动作来摆脱跟踪。因为很多机载火控雷达在目标进行高机动状态下，往往有可能不能连续跟踪和捕捉目标中间呢会有断续，甚至呢完全丢失目标。那么面对外机做出了机动动作之后，那么我机是采取什么样的空战策略呢？利用我们的高度优势，迅速的俯冲加速，然后飞到敌方的后侧方，再次呢稳稳地锁定了空中目标。那对手发现无法摆脱我机的跟踪，于是呢被迫加速逃离，而且在逃离的过程中连续2次投放红外干扰弹。那么红外干扰弹它的作用是什么？主要是干扰近距格斗空空导弹的。因为一般的近距格斗空空弹它们采用的都是红外导引头。那么红外导引头主要是追踪敌方的热源，比如说尾喷管。那么如果对手投放了红外干扰弹，而且含红外干扰弹的这个光强度比较大，就有可能将敌方的空空导弹呢诱开。这也是一种比较常规的自保的措施。但是既然外军的飞机投放了红外干扰弹，说明它已经没有太多的招了，因为它的空中态势已经处于比较被动的状态。既然你不能够采取主动的办法来和我们进行缠斗，那么最好的措施也就是通过释放干扰弹来保护自己的安全。这是在很多模拟空战中双方所采取的比较常用的一种对抗方式。那么我军的飞机在这次模拟空战中，当然打引号的模拟空战中明显占优，显示出了我们海军航空兵飞行员他的高素质的机动作战能力，以及我军的飞行平台它的飞行性能非常高。那么我军的飞机是什么飞机？从央视所披露的视频情况看，似乎是海军航空兵配装的歼十战斗机。我们知道歼十战斗机呢是一款采用压式系统布局、腹部进气的一种高机动的第3代战斗机。而对手是什么飞机呢？这个采访中呢，我军飞行员讲是小飞机。当然这个小飞机到底多小，它是要看
和什么飞机相比？比如说敌方的大型的电子侦察机、反潜巡逻机，我们一般把它认为是大飞机，而战斗机呢，往往都称为小飞机。那么我们潜在的对手恐怕是日本。日本航空自卫队往往喜欢派出战斗机对我们的战巡飞机呢进行侦察监视。那么一般它用什么样的飞机呢？ F-15，当然个别情况下也可能使用 F-2。那么 F-2的个头要比 F-15小。那么这次双方在空中的遭遇，到底是日本航空自卫队的 F-15节还是 F-2？目前情况还不是很清楚。即使是 F-15，你把它称为小飞机，恐怕也是合理的，因为它和大型的反潜巡逻机相比，它确实个头比较小。那么无论是 F-2还是 F-15，和我们歼十战斗机相比，它的机动性都要差一截，因为它们往往只能使用常规机动方式和我们进行缠斗，而我机，特别是歼十这种性能相当优秀的战斗机，它可以利用自己高机动性能力强的特点和敌方展开模拟空战。这次打引号的空战，再次从侧面证实了我们国家研制生产的先进战机，它们具有非常优秀的机动能力和相当良好的机载航电系统和雷达系统。好，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